大家好，这结头菜其实还在长大中啊，只是一个董事长级的亲戚说想吃结头菜啊，那就先拔个2颗请他吃啊，结果他回送1斤要5-6千块的茶叶哈，这种菜价也太贵了，拿得很不好意思啊，这可以算是不用钱的最贵的另类案例吗？而附近已经采收的现象，除了生成率很低啊，据说切开时里面还会出现很多大块黑点。种植时遇到台风雨水期是个人怀疑的原因啊，而实际采收切开的3颗倒是没有这种现象。这内部虽然是3排种植，但是每排之间都有沟槽，以维持干湿分明。而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降温太晚，特别延后种植，巧合的躲过天气过热的干扰。而关于结头菜采收，如果是要贩售或是送人，采收时建议抓住结头菜上方的叶片，再从底根割下，不要直接抓住结头菜果实，可以维持外观漂亮。这大概是因为按压时会按伤外皮啊，自己吃的话就方便采收就好。接下来要进行采收的是青花笋，这其实已经过大，而觉得这么小就采收，那就是误把它当成青花菜了。很多人也误以为青花菜是绿色的花椰菜，其实青花菜是高丽菜图片演化成花椰菜时中间的产物啦，所以不是花椰菜。而青花笋则是青花菜与芥蓝菜杂交而成的作物啦。采收时不是整球摘下，而是一根一根的采收。这上方已经结球，才会说采收完了。而这上方的花球通常要提早采收，这样可以加速让花笋从不同的位置长出啊。在采收时要特别注意，它的下方是否有新的幼笋长出啊？这留下幼笋的大小，只要经过1天的时间呢，笋茎就可以长大不少。而青花笋的笋茎是特别好吃的部位啊。若是已经有厚实的外皮，只要将外皮撕掉即可。既然称之为笋，当然就不是主要吃花的部位，这跟它上一代的芥蓝很像。芥蓝长出后，它的茎也是主食的部位啊。而在采收时，尽量采用斜切的方式啊，这样遇到雨水时，水可以比较容易流掉，避免切下的切面积水而败茎啊。由于笋茎是好吃可食的部位，一般切下时大约有10到15公分啊。斜切的好处也可以容易躲过误伤新的嫩笋。将这侧完全掀开，看一下采收后的状况。如果有搭设防虫网，建议掀网的时机是在傍晚。叶菜蛾在太阳下山前就会先行下班了。而这内部中间这排其实还有高丽菜，高丽菜采收后，青花笋的空间就会大一点。就算采收后还想吃非常好吃的高丽菜芽，从切割点再长出的嫩叶，因为无法再结球成高丽菜，也是可以空出一点空间啊。只是不知道在中间下方菜叶是否会更为细嫩。结头菜与青花笋从种植到采收算是成功结案了。会掀开网子，其实因为有观众想要看茼蒿的生长状况，那就让青花笋的故事继续下去。花椰菜有影片说侧芽可以进行扦插，近亲的青花笋刚好看到侧芽，就也来尝试看看。眼前看到的菜有茼蒿、结球莴苣与黑叶奶油白菜啊。这位置是在几乎完全无日照的条件下种植，
其实它们都可以长得不错啦，只是速度会慢了点。但是无日照下，菜叶却可以比较细嫩了。奶油白菜看起来不大，是因为可以摘叶反复采收。至于这采用移植的茼蒿，则是撒种撒得太密哈，而采用单株种植的方式，把剩下的空间使用掉。而结球莴苣其实种了70-80棵啦，但只有提醒要种植，今年没有拍摄生长状况。在进行扦插前，跟茼蒿借了一点空间啊。这撒下的是七里香枝条做的草木灰，时常看到扦插前会先沾草木灰进行杀菌，在松土时顺道撒一点在土壤里，更直接的对土壤杀菌驱虫。其实这过程最有感的应该是茼蒿啊，也算是让出生长空间收到的报酬。而会采用扦插的方式，单纯只是好奇啊，因为其实有不少的青花笋幼苗已经长出啊，只是觉得适合进场种植的空间只有侧边。这结头菜的内部其实还有花椰菜跟高丽菜啊。而这外围的育苗草很克难的用了红砖洗制避免不同幼苗长出后又傻傻分不清楚是什么菜。自行育苗的好处是可以随时补苗。这组菜床内部原本主要是种植结头菜，为了方便管理，新一批的结头菜已经挪到前院去啊。因为青花笋可以反复时常采收，集中种植在一起会比较方便。而这第3批的青花笋幼苗会随着结头菜采收进行补位啊。好处除了方便采收，也不用再重新搭设防虫网。不过因为入冬了，雨水少啊，内部种植空间仅有侧边会比较容易处理，其他位置就等结头菜多采收一些掉，再重新调整种植宽度与立垄高度啊，一起施作也方便松土，让草木灰土更容易发挥效果。而移植的过程，其实用看的就大概知道怎么做了，这也是为何只说明需要特别注意的事啊，其他时间拿来谈种植日常。而今天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啊，希望可以代课种植年菜啊，真的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不好意思拒绝。只是时间很赶之外，也要有地啊，20人份还要5天的量，真的是很考验种植安排。菜床的翻桌率要非常高，希望不会客人吃到翻桌就好。感觉连短天期的叶菜类都得事先进行育苗，再进行移植，会比较容易啊。谢谢收看。